我死后第10年，系统才姗姗来迟。丁，宿主绑定成功，欢迎来到。闭嘴！我打断脑海里那个欢快的电子音，继续蹲在墓园的角落，看着自己的墓碑发呆，碑上刻着我的名字，还有一行小字，一个安静的女孩，愿她安息。挺讽刺的，生前我从来没有安静过，死后这10年，我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给路过的野猫起外号，三花酱奶茶，黑猫酱路由器，以及点评邻居墓碑的风水。老张头那块福寿绵长，刻错字成福寿绵羊，我每次看都想笑出猪叫，可惜幽灵没有横膈膜，只能发出类似漏气皮球的声音。宿主，系统检测到您已死亡，现在启动复活程序。电子晕犹豫了一下，但需要完成10个任务。不用了啊！我说不用了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裙子上不存在的灰。我死了10年，你现在才来，你这延迟，我家宽频断线重连都比你快。我妈为了我哭瞎了眼睛，现在成了社区团购群里最准时的接龙女王，还能盲摸辨认鸡蛋新不新鲜。我爸心脏病发作，差点没救回来，现在每天打太极拳，一拳能打穿公园的假山，顺便开了间硬核养生馆，会员制，只收现金。我男朋友，前男友，在我葬礼上自杀未遂，现在还在疗养院，听说他最近靠写如何优雅的给前任烧纸钱，从入门到精通的专栏为生，稿费还不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告诉我，现在复活有什么用？复活了还要补缴10年的骨灰保管费吗？现在公墓涨价比房价还夸张，我这位置还是当年团购抢的。系统沉默了，背景音隐约传来噔噔噔噔的客服等待音乐，还有一声长叹。对不起，我们前阵子伺服器再升维，顺便重装了宇宙驱动程式，还遇上了跨维度断网，工单编号井号49281，今日终于排到。我看着墓园对面那棵老槐树，10年前我就是从那棵树上跳下来的。高3压力太大，抑郁症没人理解，所有人都说我是矫情，我以为死了就解脱了，结果死后第1年，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幽灵，困在这座墓园里，哪也去不了。我看着妈妈每个月来一次，从嚎啕大哭到默默流泪，到后来眼睛坏了，由爸爸搀着来，现在他戴着老花镜，还能精准指出哪朵雏菊是塑胶的，并向园方投诉品质不符预期。我看着爸爸一夜白了头，原本意气风发的企业高管，变成了沉默寡言的老头。后来他转型做殡葬文创，公司上市，主打产品是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骨灰盒，销量全网第1，还拿了红点设计奖。我看着林旭，那个男孩，在我坟前跪了3天3夜，被救护车拉走的时候，手腕上全是我没见过的伤疤。10年，3000多个日夜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看着，顺便旁听了800场鬼魂八卦，学了3套太极，还考了1张墓地物业管理师的幽灵证照。考官说我风水理论满分，唯独如何与活人沟通这项拿了0分，因为我只会翻白眼。其实系统忽然开口，宿主死亡期间的10年，系统一直在尝试连接，但信号被不明力量干扰了。所以呢？系统的声音忽然带上了一丝人性化的颤抖。这10年发生的一切，系统都记录在案，宿主想看看吗？内含 4K 画质，支援快转，不额外收费，且已为您开通免广告 VIP。 我愣住了，下一刻无数画面涌入脑海。妈妈在我的房间里抱着我的校服，把脸埋进去，肩膀剧烈颤抖。系统备注，该画面已触发泪腺保护机制，建议备妥卫生纸，型号可选3层或4层。爸爸在深夜独自坐在客厅，一遍遍翻我的相册，每翻一页都要停很久。系统备注，该相册现已拍卖，
成交价2000万，每家是林旭。付款时备注写着别碰它，我来付。林旭站在教学楼天台上，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他对着空气说，小鱼，你是不是也在这里？还有，等等，我叫停画面，这是什么？画面里，林旭的房间，墙上贴满了我的照片，每一张都用红笔写满了字。如果那天我接了他的电话，如果那天我去了他家，如果那天我说了我爱你，密密麻麻，像某种偏执的咒语。旁边还贴了一张荧光黄便利贴，今日进度，量子纠缠失败，备注，可能是网卡了，已报修。系统声音很轻，宿主系统检测到一个异常数据，林旭的执念值超过了临界点，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复活您。我瞳孔骤缩，什么意思？他打算用科学方法把我的骨灰 3D 列印出来吗？还是搞个 AI 聊天机器人冒充我？他这10年攻读了神经科学、量子物理和人工智能，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，市值300亿。表面上是做脑机接口，实际上他一直在找您。公司年会主题叫鲟鱼行动，员工福利是每年清明节放假7天， KPI 是成功捕捉1次灵魂波动，可兑换带薪假3天。投资人以为他在做元宇宙，其实他只是在给阴间建5G 基站，信号覆盖范围已扩及全市公务。系统调出一份文件，林旭的最新项目代号小鱼，目标是捕捉残留的意识波动，也就是俗称的灵魂。研发部目前卡在灵魂拼值不稳定的问题上，工程师说需要更多样本。林旭把报告撕了，说样本只有一个，他叫小鱼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。这时，墓园的大门被人推开，我转头看去，一个瘦削的男人站在门口，穿着黑色大衣，手里抱着一束雏菊，我最喜欢的花。他的头发很长，遮住了半张脸，但露出来的那部分苍白的像纸，黑眼圈重的能拿去当眼影盘。他朝我的墓碑走来，每一步都很慢，像走在刀尖上，也像怕踩到墓园里的自动洒水器。小鱼，他蹲下来，把花放下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。我来晚了，今天公司出了点状况，伺服器又宕机了，工程师说要重启宇宙，我让他先重启路由器，顺便我学会了换墓碑前的装饰石，这次挑了不滑脚的。他说着说着忽然停住了，然后他猛地抬头，直直地看向我所在的方向，那双眼睛里有血丝，有泪水，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笃定。你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的心脏，如果幽灵有心脏的话，漏跳了一拍。系统忽然尖叫起来，宿主检测到强烈意识共振，他好像真的能看到您。警告，您的灵魂体正在经历高强度下载，目前进度 1%， 10%， 请宽他 %， 建议勿移动，以免画面撕裂。林旭站起来，朝我走了2步，又2步，他伸出手，穿过了我虚无的身体，但他没有退缩，反而笑了，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我就知道，他低声说，你一直没走，只是卡在载入画面了。风吹过墓园，吹动那束雏菊的花瓣，系统在我脑海里疯狂报警，宿主意识波动异常，灵魂体开始实体化，这不可能，除非有人用极致的执念强行锚定了你。备注，此操作违反阴阳两界数据传输协议第73条，但系统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便已为您申请违规豁免权，理由是太感人了，不批说不过去。我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手在发光，不是幽灵那种冷光，
而是温暖的，像活人一样的光，还隐约有连接成功的绿灯在闪，脚边甚至浮现出一行小字：下载完成，请确认是否恢复实体。是。林旭再次伸出手，这一次他碰到了我的指尖，温热的，真实的，带着10年思念的温度，以及一点点护手霜的香气。系统备注：成分为神经酰胺、依兰精油与高浓度执念精华，售价888每支。林旭本人是终身 VIP， 但据后台数据显示，他其实从来不涂。这支是放在车里当情绪稳定剂用的，因为他开车紧张时会疯狂闻它，导致包装已呈现战损级别。盖子松动时需旋转3圈半才能锁紧。小姨，他哽咽着说，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车停在外面，油加满了，副驾驶座环放着你以前爱喝的珍珠奶茶，3分糖，去冰，吸管已经插好了，你以前总抱怨插不进去，所以我现在练了盲插，1秒封杯，绝不洒漏。顺便，车机导航终点设的是我们的家，不是墓园，别怕，这次不走错路了。停车费我交了200年份的，管理员说再停下去要收滞纳金，我直接把墓园对面那块空地买下来当专属车位了。系统沉默了整整3秒，背景音传来，哒哒哒的虚拟键盘敲击声，接着是一声长叹，正在生成新任务协议。警告，宿主心率回升至85，灵魂密度达标，违反阴间常住户管理条例第3章第5条。但算了，归是人定的 ，bug 是系统修的，今天老子不打卡了。然后用一种近乎虔诚还带点跑调的电子音说，宿主，任务更新了。什么任务？活下去和谁？根据伴侣绑定协议第404条，找不到对象时可自动匹配执念最深者，眼神依然能点亮 LED 的男士，共同完成日常生存挑战。附赠新手礼包，双人床垫1张，防塌限行，防梦游围栏2米，以及如何向闺蜜解释你死而复生的 PPT 模板1份，含动画效果与备用说辞。系统没有回答，但林旭握紧了我的手，就像10年前葬礼那天他最后一次握我的手一样紧。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我回握了他，力道之大，差点把他口袋里那只战损版护手霜捏爆。林旭倒抽一口凉气，却没松开，反而笑出眼泪。没关系，力气大点好，起码证明你真的回来了，不是什么全息投影的残影。上次实验室投影出你的影子，我抱了一下，结果抱到一台散热风扇，烫伤了半边脸，还被工程师群嘲，连虚拟人都认不出，活该单身。墓园对面的老槐树上，10年前那根断裂的树枝，不知何时长出了新芽，旁边还挂了个小铜牌，林氏集团赞助植树，请勿刻字，违者罚款500，用于维护墓园 MiFi。当前密码 ZU 实业 NoLAM， 连接人数依仅限本人信号强度，满格 CEO 亲自调校。树下还贴了张塑封告示，监控区域，禁止撒纸钱引发烟雾报警。如需寄电，请扫码使用云端上香 APP， 首月免费，4月自动扣款。客服电话4001510。注：本墓园已实现5G 全覆盖，幽灵打游戏不延迟，全玩完。